让你舒服。今天好像哪里怪怪的哎，有吗？是少什么东西吗？这种不是东西，它是人好吗？真的哎，社长嘞？社长去哪里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是我跟凯蒂猫两人第一次同台，首度合体，我终于把它干掉了。社长以为没有他在你们会有多煎熬，影片一出心又凉了。来，我们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吧。好，第一位来宾呢，就是金门酒厂酒体设计中心的经理。Hello， 大家好。第二位就是上我们的金门酒厂首席品酒师，欢迎。Hello， 大家好。你们这样子远渡而来，然后竟然没有看到我们里奥社长，有没有觉得很遗憾？一点都不遗憾。真的吗？怎么说？我们两个冲着就是有啦，猫猫。怎么回事？金门人都很热情的，我真的觉得有点热热的感觉。真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邀请两位来跟观众分享金门高粱酒不能说的秘密。可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可以真的把金门高粱酒的秘密讲出来吗？其实是可以，但是一般的消费者都会认为我们是官方说法，再怎么样讲实话，他还是带了一点问号。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金门高粱酒是没有秘密的吗？你讲了很多哈，但是大家还会存在一个疑问，你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刚刚在开场前，为了让他们说出秘密，我已经先帮他们灌酒半个小时了。特写一下，两位是不是脸红红的？脸红红的等一下就要真讲真的哦，要把秘密都讲出来哦。没问题。这次我们就有列出几个问题，就是大家非常想要知道的问题。对，好，那我们就请凯蒂猫开始发问。好，我想问第一题，金门高粱酒总共出过多少品项？一年出过多少新品？你问错人了吧？什么意思？金门酒厂到目前为止有70年的历史，我们两个人的年资才27年。金门酒厂的产品它有分一样的酒换不同的包装，不一样的酒不一样的包装。具体来说，它有多少品项？如果严格讲起来，应该200-300种跑不掉。但是如果是有多少酒种，应该几十种也跑不掉，就是几十种风格、几十种风味、口味。一年大概都会出多少新品？一年大概有10几种红酒品。哦，那也蛮多的哎。很多啊，我就是常常看到网友就说什么金门刚刚讲又出新品又出新品，可是其实你们就是也有分说是金门酒厂自己出的，跟就是代理商他们自己出的嘛。那也有所谓的主题酒，有些机关团体他会想要来定制，比如说酒讯杂志啊，然后跟金酒公司来合作出个200瓶的类似200期的。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们这一次200期没有跟他们200期的合作？那个现因为社长不在，应该是故意说给社长听的。就我们300期的话，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对，要考虑。不是考虑，这样讲我没礼貌。你们上次跟那个中山招待所合作的那个桂花高粱酒，超级成功。不知道这瓶的调酒师到底是谁啊？好好奇，也超厉害的。拜托，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哎！为什么？调酒师就是这一位。原来是你。只有限量5000瓶。坦白说，我也是喝得到，买不到。可是我后来其实有买到1瓶哎，所以我应该就是比你厉害，对不对？我都没有买到哎。还好我们喝得到买不到。所以很多人都拿酒来找社长签名哎，你们根本就找错人了吧？真的应该是找我们的首席品酒师签名才对啊。找错人了，要签名要找调酒师签名。有道理耶！今天我就找他们签名，直接就是翻倍卖啦。真的。但是我们这集播出，他们应该已经回金门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继续下一题吧。好，那我想要问，我很好奇，就是大家都说红标比较好喝，那我想要知道说白标跟红标到底哪里不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啊！你们看到标签，一个白色，一个红色。等一下，那我们观众当笨蛋吗？你们前面有没有诚意要来讲你们的秘密？可是真的听说就是红标真的比较好喝啊。对，我也觉得红标好像真的比较好喝。就大家都会一致认为红标比较好喝，所以我们就今天才想要来问两位，你们的看法呢？其实红标跟白标，其实最主要是区隔通路。红标在金门地区盘商卖，白标就台湾市场卖。其实两个酒是一样。所以这两支是一样的酒。我之前在包装厂担任科长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灌装产制红标的金门高粱酒的时候到达一定的生产的规模量，那之后呢，我们就会赶快把它更换为白色的标签。对，所以酒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两个再怎么解释，消费者还是觉得你这个是官方说法。但是我们今天两个一定要就这个机会跟消费大众说，真的是一样。
对，因为在新闻稿上面如果看到会觉得官方说法，如果是从2位嘴里讲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真的，完全相信。可是我还是觉得红标比较好喝我也觉得耶。很多消费者都认为红标比较好喝哈，我在猜想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它红标给金门地区的盘商做配售。那它配售有一定的那个配售限制量，好比说1个月配1档。那因为它数量少，而且又当时在金门有很多批售商，他们家呢都有防空洞，把它放在防空里面，比较阴凉的地方，让它继续熟成，加速它，让它的酒质更好。因为数量少又稀售，延长了它的熟成的时间，所以当它卖出去的时候，消费者就觉得说它的口感就比较好喝。红标比较好喝是真的吗？对，感觉有点限量的感觉。好像越描越黑了。不会啊，至少我们知道说他们的酒质是完全一样，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面生产出来的，而且居然是一样的酒。好，那我们继续下一题吧。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2位，黑金龙跟黑金刚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这个我知道，一个是龙，然后一个是金星。刘拉果然有在金门喝过酒，马上就学会金门人的幽默吗？不是，一般消费者会称这支产品叫白金龙，其实就是根据标签，它底色是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然后去称作白金龙。然后因为它龙的颜色是金色，所以有所谓的白金龙、黄金龙、黑金龙。那早期很多消费者会把陈年特级金门高粱酒这支产品称作黑金龙，或者是做黑金刚都可以。为什么？因为陈年特级金门高粱酒，它这个包装盒是黑色的，然后它标签的龙是金色的，所以称它叫黑金龙。有的消费者称它叫黑金刚，两种说法都可以。那黑金刚可能是让人家印象好像是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强烈的一个印象。有一些花生它也叫做黑金刚，莲雾也叫做黑金刚，那大哥大也有叫做黑金刚，特级高粱酒比较好的那也叫做黑金刚。就比较好的意思，就有加分的感觉。其实这个议题，我曾经去问过老厂长、老董事长李龙文，请教过这个黑金刚跟黑金龙这个问题。那根据他的说法，就是说，当时这支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刚好金门酒厂那个时候的金刚药酒非常的热卖，那也刚好这一款陈年特级金门高粱酒，它刚好它的盒子是黑色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厂里面的员工就称这支酒就叫黑金刚。这个真的是秘密耶！因为我一直以为黑金龙、黑金刚是2支不同的酒，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它其实就是黑金刚。对，就是俗语而已。那现在很多酒商，他有时候在行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这支特优金门高粱酒，其实很多酒商就称它作为黑金龙。哦，对啊，这就叫黑金龙。对啊，也不能讲它不对，其实就是它一个俗称。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你喜欢就好。喜欢。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2位，金门高粱酒的精选、特选、特级、特优跟纯高的差异在哪里呢？这个要解释有点复杂，没关系，上酒来，上酒。那我先讲前面这3款，这是精选，这是特级，这是特优。这3款酒基本上它挑选的酒龄都是金陈厂跟金陵厂酒龄在1年以上的酒基做调和。精选跟58特级它都调和一定比例的老酒，那添加的比例不一样。成本上来讲，精选的成本比58特级的成本稍微高一点。不过这两款产品其实它酒质其实坦白讲是蛮类似的。现在消费的主流还是以58特级为主流。那这一款58特优，它基本上也是选用金城跟金陵厂1年以上的酒龄，那重点是它调和一定比例的5年陈高在里面，所以它的味道你可以发现说，特优的味道跟精选跟特级味道其实口感上是有很大的区别，比较醇厚。那这款特选它比较特别，它是采用所谓的半固态酒基跟固态酒基来做调和。半固态的酒基蒸馏取酒的过程，很大的程度其实跟威士忌的摘酒的功法很类似，它只取某一段的酒心来做调和。这款53度的特选或者是58度的特选，喝起来其实跟威士忌的口感是有很大的相似度跟雷同。好有趣哦！好想要喝这一支，马上觉得说，怎么今天讲我冲过去泡一杯。待会你们喝喝看，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这一款这一款是5年陈高，不过很多眼尖的消费者常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上面标示的酿造日期跟灌装日期早就已经超过5年。那基本上这款产品我们是选用纯粹金城老厂的酒基，5年以上的酒基来做勾调，那会调和
8年以上的陈高来做提味，然后把它的整个酒体做相当程度的一个修饰，所以你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它的沉香、它的醇厚感以及它的绵甜感。我觉得精灵很会卖酒哎，你有没有考虑就是开一家酒专啊？好想喝哦，而且真的好漂亮哦，感觉真的好适合送人哦。我退休就可以开一家酒专了。哦，好，等你，大家记得要去捧场哦。还是我们就把它打开来，请我们2位漂亮的尤拉拉跟猫猫来做个品尝，让它确实的。我们2个自己喝自己品尝吼，这有点老王卖瓜。我觉得让你们2位来喝喝看，你们说说看你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最期待的品饮环节。耶！现在我们终于要来5瓶开箱了吗？等一下，5瓶会不会太多的金门高粱酒？哎，你们现在是趁社长不在，想要灌醉我们是不是？我们2个怎么敢呢？对啊，品酒师跟经理人这么好。好了，那不然我们就是1人选1瓶好了。你们来猜猜，我们2个会想要选心目中想喝哪一支？就是1、2、3、4、5，猜猜看，我们2个会选哪一支？数到3，你们一起比出来啊。可以。1、2、3，有中有中，品酒师猜中我的。经理猜中我想要喝这一支。好，那我要这一支。那我要这一支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喝吧。成年金门高粱酒跟特选金门高粱酒。哎，等一下，你是不是故意选贵的？对，不选贵的要喝什么？太聪明了，现在社长不在，没人管我们，好开心啊！频道的权力渐渐被尤拉掌握了吗？要来开箱喽！这5年的陈年高粱酒哈，它的闻香的沉香就比较浓郁，就带有一些乌梅的味道哈。哎，你这样子很色哎，舒服。舒服。我们先观察酒液的颜色，倾斜45度是旋转白色啊酒杯，竖直酒杯，观察酒液在酒杯中呈现的酒柱跟酒珠，欣赏它的酒液的液态，你会觉得它挂杯如丝。很漂亮哎，一条一条的，真的哎我，们就闻它的香你们闻到什气么味道？啊，它陈年的香气就很浓郁。完全没有酒精的呛感哎。没有呛感，然后有很香的葡萄味。这个酒精浓度几度啊？在56度，喝喝看吧。你会感觉有那个乌梅的香气，你就从舌尖慢慢的铺满整个舌面到舌根，然后吞咽下去的时候啊，再吸一口气，从鼻腔慢慢吐气，你去感受它的回应，陈年的香气回应的长短，在心中去默数。一般我们5年的陈高啊，它的秒数会到5秒到8秒。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佛堂喝酒，然后旁边有人在念经。尤拉是当作品酒师不在现场吗？我刚刚在吸气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就真的很强烈的乌梅的感觉了。有，而且我觉得它酸度跟一般的高粱酒的感觉不一样感受不同它哎。的酸质量很丰富。而且它不辣、欸，就是印象中的高粱对我来说，现在喝都觉得好辣口，它超级顺口， 5年陈高，它的酒基完全是京城老厂。完全喝不出来56度的感觉耶。它的酸度真的太特别了，它不是酸，它不是只有酸，它酸里面就是饱满厚实，然后又甜美的酸度。喝起来的时候，就是葡萄的香味非常的浓郁，然后现在过了几秒之后，就觉得那个唇齿留香，味道就是在舌尖上。好喝，这是多少钱啊？这一定很贵，大概3000多块。它贵的贵的这。是原酒56度但这一支我会买耶，CP 值超高，我也会好喝送人超级美的。而且我很少看到，就是有人PO这一支酒这么好喝，为什么大家不知道？超级好喝，而且其实我本身没有很常喝高粱的人都觉得这一支很厉害。坦白说，如果你跟威士忌的原酒比较，金门高粱的5年陈高算便宜了。而且刚刚有说里面有勾兑8年的陈高，对8年天哪，以上我就是听到这个关键字才选这一支的。我以为你是看它漂亮，漂亮、啊，因为你就外貌协会贵啊然后又有8年勾兑8年，当然喝一下、啊。对我们就是这么的俗气，不像社长一样。不要再说这是威士忌的价钱了。对，哦，我就是要看价钱啊，怎样？海地猫不是说这支酒不呛吗？怎么尤拉好像吃到芥末一样？哎，既然就是市长不在，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干一杯吧！杯耶！这一支真的是太顺了，味道真的是很醇厚，然后很顺口。就我觉得连女生应该都可以会很喜欢的，超爱超爱，我觉得比威士忌好喝，真的这支酒打破比威士忌好喝，真的打破我对高粱酒的一些迷思跟看法。我觉得这一支我们的女孩们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在
大家都喝完了，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空杯留香。原来空杯还有味道哦。哇，味道还是很浓郁耶，好香哦。其实它的空杯闻的香气是清香哎。如果你把它放到隔天，还有味道。留给社长闻。对，留给社长闻我们喝过的酒。只有这个时候你们才会想到社长。喝完你这支终于换到我了吧？对，超想喝这支超久的。哇，好响亮。真的吗？真的。这款酒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哈，我稍微做个提示哈，很绵柔净爽。那待会你们在品尝的时候，就把这个绵柔净爽这几个要诀哈，把它抓出来。就从它的入口哈，就会感觉到它的口感是一个很绵柔，那到入口的时候是一个很甜顺，在回应的味道不会像陈高哈拉的那么长。是一个很净爽、很干净的一支酒。了解，嗯，因为刚刚经理有说它是属于纯凉固态跟半固态的结合。我第一次听到半固态。它半固态里面有个很特殊的一个蒸馏摘酒的过程，其实很相当大的程度跟威士忌是很像的。对，所以我才选这一支。它把很大部分的酒头都截掉了，然后把酒尾也截掉了，留酒心来调和。所以你可以喝得到威士忌的影子，光闻就是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清爽的酒体的感觉。对，清你有爽。闻到那种花香味？有，它的味道就是比较轻盈的，比较高一点的感觉。对，它喝起来真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子，爽劲。女孩子不要讲那个字讲那么强调。你说爽吗？金门人比较保守，遇到尤拉这种会不知所措。其实你看这种特选酒哈，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有53跟58的产品，它基本上我们在调和上58跟53，我们很刻意的让它营造出不一样的味道。真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喝的是53，有机会你们就喝58，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款酒跟刚刚的陈高的味道根本是完全不同的调不一样啊，完全调性差很多，这个超少女的。但我觉得它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它会口感比较强烈，比这支强烈一点。喝下去之后会感觉到它其实是非常清爽干净的感觉。对，让人家就会觉得哇，好干净，好舒服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更多的一些花香，然后比较轻盈，闻跟喝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对，像不像波本桶的感觉？有一点，有花香波本调系的那种。有这两支调性真的差蛮多的。这支产品其实很可惜，它有一颗少女的心，但是她穿了大妈的衣服。你可以这样讲你们公司的酒吗？酒标真的就是跟它喝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其实如果你今天盲饮2款酒，很多人会选这一支。我盲饮，我会猜这一支是56度，我会猜，真的是让我很惊讶。我觉得金门酒厂真的太厉害了 ，Cheers！ 干杯！我们这样一直爽爽的喝，会不会出事啊？不会，我真的觉得好想出事。我们来闻它现在空杯的闻香。好啊。你们在干嘛？两位在？我在闻空杯啊。是，我以为你们想睡觉为什么要这样子闻？好特别的姿势。我跟你透露一个秘密，这也是我们在厂里面在酒体设计的时候，在闻香就会让它静置在杯子上面，放在桌子。然后低头来闻出它的香气，去感受每一杯它自然的放香。对，那如果说我们在拍片的时候，通常就会这样子左右来闻香，画面效果会比较明显。没想到你们也懂这个哦。我们拍很多广告，原来专业人士都这样闻香。有我头发昨天洗得蛮香的。耶！终于品完了，我们今天终于听到调酒师说的不能说的秘密，然后呢，也听到调酒师们分享他们工作上的技巧的秘密。谢谢两位。最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也要社长来啤酒。下次见喽，拜拜拜。